我们刚刚成立了一家公益机构，名叫西泉历史记忆研究中心。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叫西泉，我说那是一个人，一个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，也影响了有上千万的人。我是孙春龙，一个打扫战场的人。2008年4月，时任记者的我专程前往缅甸密支那采访滞留于此的中国远征军老兵。见到的第一个老兵名叫李锡全，湖南桃源人。当我问他当年为什么要去打仗的时候，他告诉我的不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豪言壮语，而是说为了吃饱肚子。这让我有些意外。1938年的秋天，晚稻还没有成熟，家里已经没有了粮食。他给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要去当兵。”正在做家务的妈妈愣了很久，轻轻应了一声：“好吧。”言语中有太多的心酸和无奈。1年前，他的2个哥哥走上战场，一直没有消息。1944年，李锡全的54军编入中国远征军，参加滇西大反攻。他是辎重兵，在过怒江的时候，因为水很急，为了避免运送给养的船只被水冲走，李锡全想了一个办法，在两岸添一根铁索，坐在船上的士兵拉住铁索过江。为了阻断补给，日军的飞机和大炮不停地攻击渡江的船只，船只经常被击沉，整船的士兵被湍急的江水冲走。在腾冲战役中，李锡全腿部中弹，后来被送往缅甸密支那的美军医院，伤好后留在了当地。李锡全居住在缅甸密支那郊区的华侨新村。华侨新村曾是中国远征军的驻扎地，1949年后，这里又成为难民营，有上千位中国远征军官兵逃难于此。1967年，缅甸发生排华事件，一些老兵丢了性命，有些老兵因此逃回国内，也是未能保全性命。到了上世纪80年代，台湾开放老兵返乡，政治的藩篱打开，滞留缅甸的老兵也陆陆续续开始和家人联系，回家探亲。每每看到回家探亲的老兵拿着亲人团聚的照片激动地说个不停时，李锡全的内心如刀割一般，辛劳了一生都能没攒够回家的路费，他不敢和家人联系。我随口问李锡全上次是什么时候回到老家，他说自己1938年离家当兵，就再也没有回去。这位老人的回答让我无比诧异。我说等我回国后，我帮你找家。这一句承诺让我从此陷入了一段再也无法离开的历史。在网友的接力下，我们找到了李锡全的侄子。他说他的父辈兄弟6个，后面3个兄弟都去当了兵，一个死在了新疆，一个在抗战结束后安家云南，唯独六叔李锡全没有消息。他的奶奶，也就是李锡全的母亲，在临终前还一直念叨着他最疼爱的小儿子。一场战争让这个家庭4分5裂。我立即打电话给在密支那经营公用电话亭的一位华侨，让他转告李锡全这个好消息。对方告诉我，李锡全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痛哭不止。我好奇地问，不应该高兴才对吗？这位华侨说，这么多年他为什么没有去找家？他不是找不到，而是找到了却回不去。年轻的时候想回去不敢回，现在年纪大了连路费都没有，回家的心早就死了，而家却找到了。有一句话叫衣锦还乡，孙记者您说呢？这位华侨问我。我沉默了很久，我告诉这位华侨，我来给他找路费。我本以为这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，我打电话给一位熟识的企业家，对方没有犹豫，但是在第2天早上，他质问我，我才知道中国远征军是国民党的兵，我为什么要去帮他？另外一位企业家说，中国远征军，中国的部队怎么可能还去缅甸抗日？他怎么可能70年没有回过家？我几乎穷尽了所有的人脉，但依然没有找到李锡全回家的路费。就在这时，潍川发生大地震，我在四川绵阳体育馆采访安置于此的难民时，
突然接到了李奇源的电话，他焦急地问我，祖国发生地震了，我还能不能回家？在绵阳体育馆，我看到了有无数的人举着牌子寻找自己的亲人的场景，听到了无数因为亲人的离去而撕心裂肺的哭声。我坚定地告诉他，我一定接您回家。从灾区采访回来后，我在博客上贴出文章，跪求热心人士关注流落缅甸老兵。我不能辜负自己的承诺和老人的信任。终于在一位朋友的引荐下，湖南一位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愿意提供支持，但他依然有很多的顾虑，希望能进一步确认李锡全的身份，要求我和他的员工一起专程去缅甸核实。一切确认无误，这位上市公司的员工说，等回去向领导汇报后就来接你回家。我第一次看到李锡全脸上绽放的笑容。回到国内，他们向北京的公司总部汇报了此次活动的方案，但是上级领导没有批准。在此事再度陷入僵局的情况下，潇湘晨报记者常乐联系到了华中电力开发集团董事长夏伟，他赞助了李锡全回家的所有费用。路费终于有了着落，我才知道我们面对的最大的难题并不是钱，而是李锡全没有任何身份证件，他无法回到自己的祖国。最终他不得不用偷渡国境的方式回家。即使如此，这位离家七十载的老兵，当他颤巍巍地走过冰冷的中缅边境4号界碑，踏上中国的土地时，他清曲的面颊上热泪纵横。李锡全回家时随身带着一本中国地图册，里面夹着一张纸，那一页是湖南。李锡全说，我想家的时候就看看这本地图册。回家第二天，李锡全来到父母的坟前。那一天天空飘着小雨，李锡全打着伞在父母的坟前站了很久。当年母亲送他出征的一幕至今还深深地记在脑海中。那一年李锡全已经是一个大小伙了，相比之下母亲的身影瘦小了很多。母亲一直送他走了很远，并且再三叮嘱他，你一定要回来。他无法忘记在他出征的身影消失在村头之后，母亲歇斯底里的哭声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在母亲的坟前，李锡全喃喃自语。后来我从异乡接回来过上百位老兵，他们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父母的坟前，他们的第一句话都是，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娘哎，你小儿回来看你看看到父母了，娘啊，爷爷。正是这样的场景，让我突然想到一句话：每一个走上战场的士兵，都有一位等他回家的母亲。2025年，我们在湖南辰溪重修了一座抗战将士陵园，里面安葬了815具伤重殉国的将士遗骸。在讨论广场上的雕塑时，我提议就修一座母亲的雕塑吧。这个提议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。探亲结束后，李锡全返回缅甸，因为那里还有他的后代。我本以为这件事情就此结束，但没想到，因为李锡全，我发现了越来越多滞留东南亚以及云南边境的老兵，我不得不一个又一个地帮他们去找家，接他们回家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千辛万苦帮助一位老兵找到家人，去接他回家的时候，发现他已经去世了。因此，我离开了本以为会一生从事的媒体行业，创办了一家公益机构，专职从事帮助抗战老兵的工作。因为李锡全，我改变了自己的一生。而我们和志愿者一起照顾了1万多名抗战老兵，有上千万名网友参与了项目的捐赠。2014年5月6日，李锡全在缅甸去世。我连夜由深圳飞往昆明，然后再转机到腾冲，之后在腾冲县公安局办好出入境证件，再乘坐汽车到虹桥口岸，
然后换乘缅甸的汽车背负密支那。这条路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了。赶到的时候，李锡全已经下葬，他的家人哭着对我说，如果知道你要来，我可以让老人多等几天再下葬。老人在去世的前一天还在念叨孙春龙什么时候来看我。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泪水，在李锡全的墓前，我嚎啕大哭。我不知道我在哭什么，我和他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。直到后来我才明白，我哭的是历史的壮丽和时代的无知。如今缅甸已经没有中国远征军了，而全国幸存的抗战老兵也仅剩下1000余位。这群人留给我们的只是渐行渐远的背影，他们终会离去，但是历史的真相不能模糊。有钟永清有刘道辉有金城广有。就在2025年12月，我们成立了西全历史记忆研究中心。我们期待有一天，我们修一道长长的石墙，镌刻所有参与那场战争的官兵的名字，不论是幸存的老兵，还是阵亡将士，以及失踪者。那是中华民族的万里长城。我们找到了他的帽徽。我爸爸临终之前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爷爷。2天没回家了。